我明天准备回厂子里去了。您病还没好利落呢，要不明天我们再到医院去看看？等我的病好利索了，我也该退休了，还是回厂子里去吧。重活干不了，可以干轻的。爸这是心病，医院了，看不了我的心病。走了，哎，大力啊，好，哎。宋厂长，怎么是您在扫地呢？给我！哎不，哎呀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我现在已经不是厂长。给我！哎呀，别人见我都绕死了，你可倒好。我都这样了，我怕什么呢？老沈，你告诉我，你现在酒还喝不喝了？不喝了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心放宽点，咬咬牙就挺过去了。别再沾那玩意儿了，身体要紧呐。你家里这么多孩子，可都指望着你呢。哎，大李啊！这是我来了，这身体好了吗？好多了。啊，沈出来了啊！哎，沈师傅，病好了？差不多了，这也不能老在家待着，待着也好不了。哟，哎，沈师傅来了啊！师傅，中午到小铺，我陪您2两。哎，不，3两。你小子啊，再跟我提这个酒的事儿，我跟你没完你。哎，师傅，哎呀，你别干了，你看你这脸色，跟土豆似的。您呀，就在边上坐着，我们哪儿干的不对呢，你给看着就行了，好吧？来，坐下。好，来干活。哎，匀点啊。对。常师傅，你家在哪儿啊？你住哪儿啊？我就住这儿，晚上把东西挪一下，就睡到烫衣板上，还给厂里省了值夜班子呢。哦，那你一直住这儿习惯吗？行，习惯。啊，那你吃饭怎么办呀？中午多打一点，晚上热一热就吃了。好，孙亚梅，你这个人，在这亲啊。一共是15块6毛8，你点点。哎。那你要什么？我看一下。你帮我拿一张这个35码的吧。哎，我要这个。这鞋多少钱啊2块4一双。上个月不还1块2的吗？那是再生胶的，你要不要？行吧，给我包一下。
谢谢啊。来2人糖吧。大姐，你给我买什么啊？别抢，别抢，都有，一个一个来。娟，这是给你的，真漂亮！我知道，这是什么？姐给你买了一双新鞋，大1号，明天还能穿。哎，你先别穿，去把你的臭脚洗了，免得你的臭脚把鞋熏臭了。大姐，我的呢？哎，来，给。真好看。二姐，你看大人给我买什么了？真好看。真好看。红玲，来，给姐给你买的。姐，这多少钱呢？你别管多少钱了，只要你喜欢。呀，还是英雄的呢。我还以为我的东西最好呢，原来谁的都比我的好。小丫头，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你不就喜欢纱巾的吗？姐，你偏心，给我哥买钢笔，给国语买新鞋，我就这破纱巾。哎呀，姐不是这个月刚领工资呢吗？等下个月吧啊，姐下个月领完工资啊，你想要什么随便挑。真的？真的？我想要条红围巾，跟我们班史亚琴的一样。行，向毛主席保证。向毛主席保证。姐，你看，正合适。就你臭美。姐，下个月我也要买新鞋。好，给你买。好。爸，你看，你看我的新鞋，看我的新鞋。爸，你怎么又去工厂了？是。你脸色不好看，是不是又疼了？没事，今天发工资了啊，发了15块6毛3呢。好啊，好，咱闺女能挣钱了啊。爸，你快坐。姑娘，照顾好弟弟妹妹啊，饭在锅里呢，你们待会儿吃，别等我们了，快回去吧。走了，回去吧。医生，我爸怎么样了？病人是醒过来了，但随时可以出现再次昏迷，需要住院治疗。请你们跟我来，把爸病人送进病房。哎，药没了，叫我一声。哎，好，爸。哎，小常，你瞧我这副德行，让你见笑了。陈师傅，瞧您说的，谁还没有得病的时候？亚梅啊，她不太懂事，今后工作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多说了点啊。他比我强多了，昨天啊，厂长还表扬他呢。小常啊，今天谢谢你，你也快回去歇着吧。不用，我陪亚梅守着，万一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我还可以。爸，陈师傅，是不是又疼了？小
要出去一下。你去哪儿？我也要去。不行，你不能去，也别告诉哥哥姐姐。你不告诉我去了，我就告诉他们。我给爸爸找药去，我要是给他找到了，他的病就好了。你骗人！你上哪儿给爸爸找药？找什么药啊？懂什么？那你别说就别说，我准能找到。那你去吧，我不说就是的，你一定要找到。嗯。小梅啊，哎，你来一下。哦，小梅啊，你坐这。哎，我听小常说你爸昨晚上医院了。医生怎么说的？医生说没有太好的办法，时间太长了。那这样吧，这段时间呢，你就别来上班了，多陪陪你爸啊。我爸不让我在医院里陪他。亚梅，人家捎信来说你爸的病危通知书下来，让你赶快去哪。亚梅呀，你一定要坚强啊！不管碰到什么困难，有组织呢。咱是个街道小厂，可进了这个门，咱就是一家人了，是同志。这是厂里给你的一点补助，快拿着去看你爸。不行，徐姐，我刚来工厂，不能给你们添麻烦。哎，亚梅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咱就是砸锅卖铁，也不能看着自己的姐妹有难不帮啊！拿着。那我就收下了。谢谢你们啊，徐姐。我想跟你说说话。哎，爸，哎，啊，国玉他们好了？都挺好的。我出来的时候，他们都在家等着呢。我这个一辈子没想过孩子真想，真想。爸，我一会儿把他们叫来啊。没啊？小本儿在哪儿啊，爸？爸，是这个吧？我欠人家的钱，35块6，以后有钱还。哎，家里这副摊又不弄，钱你才多大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？爸，你别说这种话，爸，你的病一定会好的，爸。爸这一辈子没做亏心事。爸是一个真老母。我答应他，把你们姐弟几个带大。现在看来，
不行了。爸，有靠你。爸，爸，爸，爸。小哥说去给爸爸找药了。找药？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什么东西？从哪里来的？我知道，他们把抄家的东西放到了西边的一个小仓库里，我从后面的小窗子爬进去给偷回来了。大姐，爸爸不就是因为保宋叔叔才会被那些人骂成脚劳模、铁杆、保皇派的吗？他们拿走这些东西，爸爸才开始整天喝酒的。现在我把他们偷回来了。大姐，我们去看爸爸。姐，我有话要跟你们说，但是我先提前说一句，你们听了我后面的话，谁都不许哭。爸爸走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我刚才说什么了？谁都不许哭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咱爸、咱妈都没了，咱们是5个没爸没妈的孩子，咱们以后得自己靠自己了。从今天起，这家我说了算，别人家的孩子怎么长大的，咱们家的也一样。你们都别怕，天塌了地接着，咱们沈家有我这个大姐呢。
哭吧，想哭就哭吧。今天哭完以后，再也不许哭了。国良，你到里屋去，把桌上的信封给我拿出来。这是爸工厂发的抚恤金，爸在这本上记了欠别人的钱，咱们得先把欠别人的钱先还上。爸这一辈子都十分的要强，咱们也得学习爸。爸爸没了，但是你们还有姐姐呢，你们放心，姐姐不会让你们挨饿受冻，不会让你们受欺负的。国良、娟儿，以后要照顾弟弟妹妹啊。兰兰、桂玉，以后要听哥哥姐姐的话啊。好了，都别哭了，来吃饭吧。国亮。亚梅呀，不是让你多休息2天吗？怎么这就来了？哎，在家里待着闷得慌，在厂里干活啊还痛快点。有什么困难就说啊，以后啊就把厂里当半个家。嗯。亚梅，机器该检修了吧？哦，不用了，挺好用的。那我给你上点油。刚上过了。还有事儿吗？哦，没事儿，我正想问你呢。我不是刚说了吗？没事儿了。我是说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吗？我们家也没什么事儿。上一次我去，看到你爸那屋的门锁坏了，抽空我帮你修修吧。坏了就坏了吧，反正我们家也不插门。哦，还有，你们家吃饭的桌子腿断了，用一个木板凑合着钉着呢，新的。我们家还有什么坏了？堂屋门最下边的壳也松了，炉子靠窗口的第2节破了，厨房的玻璃碎了半块，用硬纸挡着呢。这些东西都是你进我们家第一眼就看见了。这么多事一眼哪看得过来？看不出来，你这人还挺细心的。等星期天休息，我带上工具，这些活用不了1天全干完了。哎，再说吧。别再说了。我说再说就再说。你去干活去吧，让人看不好。想准了日子告诉我。
再见啊，张师傅。哎，下班了。啊。你要什么？火柴，2分钱啊。你拿着镜子我看一下。蛮好。2轮下的，给我来这块。哎，常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买东西啊？对，我买块肥皂。买肥皂在那个杂货店呢。我可能走错了。国玉，别睡了，要吃饭了。吃饭了。国玉，还睡呢？快吃快吃，吃饭了。哟，今天菜有肉了。什么味儿啊？是肉坏了吧？你们俩笑什么？二姐用臭抹布擦小哥脸。我说怎么一股臭味儿？二姐，你这坏吧？国玉，快洗脸去，洗完了吃饭啊。亚梅，孩子们，奶奶给你们拿红薯来了，拿碗去。来，姑奶奶，吃红薯。老师您的东西这怎么行啊？有什么行不行的？又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行，老师可不好了。哎呦，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以后想吃什么呀？告诉奶奶啊！哎，谢谢姑奶奶。那我走了啊！哎，好，再见啊！姑奶奶，姑奶奶，您慢走啊！哎，好，你回去吧。哎，谢谢啊，姑奶奶。不谢，回去吧啊！哎。呀，怎么没给我留一块啊？大姐，那个层号最大的。还是国玉最好。啊？呀，怎么那么大一个泡啊？还不是穿鞋不合脚呗？要都穿合适的新鞋，能起泡。你呢？没事吧？我穿的鞋大。来，没事啊。姐呀，给你擦点橄榄油就好了。上床。快脚给我。哎，擦点油油啊。哪只脚？好了，睡觉吧。乖乖睡觉了啊，别走了。姐，别走，我想听你讲故事。让二姐给你讲吧啊。她才不会跟我讲呢。
讲什么呀？小红帽。又是小红帽，多老了，不讲了，姐给你讲个新的，好不好？好。说从前呐，有一个小姑娘，她想到大森林里头去啊采蘑菇，他们家里啊特别的穷，她没有钱买鞋，就只好穿草鞋喽。她突然发现呐，前面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树，她就想啊，这树底下肯定有蘑菇，对不对啊？她突然发现草丛里有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。是什么东西啊？小姑娘就弯下腰捡来一看，你猜什么呀？是一个金灿灿的窝窝头呗。去你的，你就知道吃，是金元宝。小姑娘啊，就把金元宝捡起来了。她一想，这下太好了，家里有金元宝了，爸爸妈妈呀也不用挨饿了，自己也有鞋穿了，对不对啊？可是她又一想，不行啊，这金元宝说不定是别人丢了的呢，那丢的人得多着急啊。我在这儿等人吧，哈，万一回来找呢？她就等啊等啊，天黑了，森林里啊好可怕呀。兰兰，你怎么不困呢？后来呢？后来啊，小姑娘就把金元宝藏起来喽。她一想，我明天再来等吧。突然呢，她就听到一个声音说：“小姑娘呀！”小姑娘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大树爷爷。大树爷爷说：“我是故意把金元宝藏在这儿的，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个好孩子啊。”你果然是个好孩子。后来呢？靠着姐姐。后来啊，小姑娘就回到家了。回家一看啊，家里的房子也变成新的了。小姑娘啊，她的爸爸妈妈也穿上新衣服啦。小姑娘再低头一看，她的草鞋也变成新鞋啦。小姑娘就知道啦，这一切都是大树爷爷给他们的。所以啊，做人要有良心，好人有好报。别在这儿睡了啊，小心着凉。我做完这道题就去睡。国良，以后别熬那么晚了，早点睡啊。我就一点题了，做完就睡。姐，你拆你毛衣干什么？这毛衣都糟了，我想啊，给娟儿织件毛衣，还可以给兰兰织双毛袜子呢。那你冬天穿什么呀？只有棉袄啊，里头啊多穿2件衣服，冻不着的。姐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工作？这么想起问这个了？我告诉你，国良，你给我安心读书啊！咱们沈家就你是读书的料，家里的事儿你不用管，咱沈家就看你的了。只是没有办法，不能继续读书。你长大以后啊，一定要给姐争口气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快睡去吧。看小刘是第2名，小常也不错呀，就是你们也得加把劲啊，好好表现才是啊。等亚美来了，叫他请客。哎呀，亚美来了，叫他请客。亚美来了，亚美来了，叫他请客。嘿，你们一个个还好意思说呢啊？要请客，你在我们大家请人家亚梅啊，人家孩子干的活多，还得请你们呢啊？真的好意思说。
哦，那你哎。穿几号的？哦，给我小的吧，回家给郭良穿。常师傅。我缝纫机上的东西是你放的吗？什么东西？就是这个。不是。不是你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。那不是你，那我扔了。哎，你等等。是我的。那你的东西干嘛放我那儿？是我送的。我是觉得你喜欢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？跟踪我来的吧？没有。没有怎么知道我喜欢？那天我是无意当中碰上的。常师傅，你平常挺帮助我的，我谢谢你，但是我也不能平白无故的收你东西，我不能要。以后你也别这样了，我自己喜欢，我会买的。姑奶奶说兰兰发高烧了，你快回家看看吧啊！快回家看看吧。啊，大姐，那我回去了。好，站过去，我听一听后背。多少度？39度7。看来是感冒了，嗓子有点红。我给他开了消炎药，回家多喝点开水。是现金还是合同？现金。现金我就给他开点常规药了。大夫，他要是晚上还烧怎么办？用酒精给他擦擦身体。大姐，我回来了。哟，郭玉回来了。郭奶奶。哎，你好。哟，兰兰怎么了？发烧了。你饿了吧？姐给你做饭去啊。姑奶奶，你也该回去了，一家人还等着呢。行，那我晚上再来啊。郭奶奶。哟，亚梅来了。找我有事吗？啊，姑奶奶，我记得以前街道有糊火柴盒的事儿，还有吗？有啊，可就是钱太少，没几个人愿意干。哦，您帮我找找行吗？我愿意糊。怎么了，亚梅？家里也没钱了吧？哎，本来我一个人挣工资还凑合能够，但是这2天兰兰又病了，恐怕……再说了，逢年过节的，我也想给他们做几件新衣服啊。行，